大家好，這支影片再繼續針對 Obsidian 的分頁來做一些調整。首先我會使用一個外掛，再加上幾個 CSS 的樣式，透過這樣子的操作以後，讓我分頁能夠更簡單的來使用。以下就先來看一下 New Tab Default Page 的外掛。這一個外掛就跟 Chrome 瀏覽器點擊的新分頁會產生出預設的網頁內容一樣，它能夠讓 Obsidian 的 New Tab 產生出預設的筆記。現在設定好以後，點擊了 New Tab 的加號，它就會呈現出預設的筆記，而不是一個空的筆記的內容。這個就是使用了這個外掛以後產生的結果。接着再介紹幾個 CSS 的片段，那透過這些 CSS 的片段，讓分頁式的頁面能夠呈現出更多不一樣的效果。因為我經常在不同的布景之間做切換，我在使用 CSS 片段的時候，基本上会遵循下面的2個方法來讓我的 CSS 片段的管理能夠更輕鬆一點。首先，我會把所有布景都會使用到的共用的 CSS 的類別，統統放到一個獨立的 CSS 片段的檔案裡面，名稱是叫做 myobsidian-common.css。這個裡面會有一些很常用的一些，比如說按鍵的外觀等等這些共用的類別，都會放在這個共用的 CSS 檔裡面。那這樣子我就不必在切換布景的時候都要額外再去針對這些共用的部分去做設定了。那第2大類呢，是會把布景名稱帶到 CSS 檔名裡面的一個方法。那這個就是針對每一個特定的布景主題所做的一個制定的 CSS 的片段。因為不管我是使用 Minimal Theme 還是使用 LYT Theme 或者是使用 Sanctum Theme， 因為每一個布景主題它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差異。透過這個帶有布景主題名稱的 CSS 檔，就可以針對不同的布景做不同的設定。當我在切換布景的時候，就是在外觀裡面去啟用特定的布景主題的樣式，這樣子就能夠做到比較簡單的切換。以下就使用 Sanctum 布景主題做範例，說明了幾個能夠美化分頁外觀的 CSS 的片段。第一個樣式是把頁籤變得更加的明顯，讓我們在切換的時候能夠看到目前使用中的頁籤是哪一個。我會在頁籤的最上方加上邊框，像我這邊是設定了一個橘色的邊框，同時把它頁籤的文字變成是使用強調色。這個就是第一個 CSS 片段的變更。在我的解說文章裡面都有把這一些 CSS 的片段放在解說文章裡面，各位有需要的話可以直接去複製貼上到你自己的 CSS 片段裡面。第2個 CSS 片段的強化是取代的 Lapel 外掛。Lapel 會在標題的最左邊加上標題等級的符號，2級標題的話它就會顯示 H2， 那如果是3級標題的話它就會顯示成 H3。這個方法現在就是直接透過了 CSS 來做修改，在這邊是使用了 H2 來當範例。那另外我有一個簡單的區別標題等級的方法，就是把標題等級的顏色按照彩虹的顏色來做設定，也就是紅橙黃綠藍跟紫。那跳過的靛色，因為透過七彩的顏色大家都很熟悉，紅橙黃綠藍靛紫，所以看到顏色就會很快就知道我目前這個標題它的等級到底是2級標題還是3級標題。這是我自己在使用標題的顏色的時候做了一個小小的技巧。那第3個是讓彈出的視窗能夠加上邊框的顏色，好讓這個視窗能夠跟 Obsidian 後面的整個背景做一個比較明顯的區隔。比如說我現在點擊設定這個視窗，整個視窗最外面就已經加上了一個邊框。如果我再點擊外觀，再點擊這個管理，它彈出來的視窗呢，一樣會有一個邊框。有了這個邊框呢，就能夠跟實際後面的內容做比較明顯的區隔，這樣子對視覺上看起来會比較明顯一點。那這是第3個彈出式視窗加上邊框的一個做法，同時也針對了 Hover Editor 也加上了邊框。這個就是透過 CSS 就可以很簡單的達成。那要請大家注意的就是变數，我使用的 Sanctum 它的变数，它的强調色是使用 -color-accent-RGB。也許你的布景主題不是用這個变數的話，在這邊你就可以自己把它換成你自己需要使用的变數或者是顏色。接着是 Sanctum 的一個修改， Sanctum Callout 區塊它就是一整個大的色塊，看起來就是比較不是那麼明顯，所以我把它修改成它的標題跟內文會有2個不同顏色來做一個區隔，這樣子看起來會比較美觀。同時在最左邊也加上了一個左側的邊框，看起來會更加的明顯。透過下面的 CSS 就能夠來達成樣式的修改。
可以看一下修改後的狀況。這個就是修改後的整個加了邊框，標題列跟內文中間又做了不同顏色的區隔，這樣看起來會更加的美觀一點。最後就是使用 AutoHotkey 的腳本來簡化 Ctrl+T 這一個按鍵的操作。如果按下 Ctrl+T， 它應該是會出現剛剛預設好的筆記的內容，但是如果希望按下 Ctrl+T 就能夠直接來選取要使用的筆記的話，這樣子就可以少掉一個 Ctrl+O 這一個操作。所以我就用 AutoHotkey 的腳本寫了非常簡單的變更。按下 Ctrl+T 的時候，它會直接讓我們再直接輸入檔名，這樣子就不用再去多按一個 Ctrl+O 這個動作了。這個腳本的寫法其實非常簡單，就是要用 $sign。$sign 是當我按下 Ctrl+T 的時候，要送出 Ctrl+T， 不會讓它一直重複的自己在呼叫自己，所以要加上這個 $sign 這個符號，然後在最左邊再加上這個波浪的 tilde 這個符號，是 Ctrl+T 按了以後也一樣要輸出。所以我目前這樣子的 tilde $sign Ctrl+T 它的這個做法就是會產生成送出 Ctrl+T 再送出 Ctrl+O， 那就等於按了一個 Ctrl+T， 它會額外再輸出一個 Ctrl+O， 就可以達成剛剛的直接輸入檔名的這一個方法。以下就是今天很簡單的為大家介紹了外掛跟幾個 CSS， 還有一個 AutoHotkey 的腳本。希望透過這一些修改，讓大家在操作分頁的時候能夠更加得心順手。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謝謝各位，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按讚分享，謝謝。